你不需要运气，你需要重写你的信号频率，听我说，停下手里的事情，给我几分钟。这几分钟可能会为你节省10年的弯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总是遇到同一类人？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碰到骗子，而有些人总能遇到贵人？为什么你明明已经很努力了，生活还是一团糟？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运气，是命。还有人会告诉你，这叫水逆。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是你身上的某种特质，某种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时刻在广播的信号，精确地把这些人和事拉到了你的生命里。这听起来很刺耳，对吧？但如果你能听懂我接下来要讲的逻辑，你就能掌握这套现实扭曲立场的源代码。这不仅仅是当下流行的吸引力法则，这是几千年前那些最聪明的头脑早就看透的宇宙底层代码。在我深入展开之前，我想请你在评论区写下你最近最烦恼的一件事，或者你最想摆脱的一种人，写下来。因为等你看完这个视频，你再回过头来看这条评论，你会发现答案其实一直都在你自己身上。让我们来谈谈磁场。现在的人喜欢用这个词，听起来很科学，很物理，但在东方，我的祖辈们把这个东西叫做气。别被武侠小说带偏了，这个气不是让你发波打人，用现代硅谷的语言来翻译，这叫能量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你向宇宙广播的信号频率。万物都有频率。物理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在微观层面都是振动的粒子。你不是一个固体的肉身，你是一团振动的能量。易经乾卦里有8个字，不仅是哲学，简直是声学和信号处理的教科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在房间的一头拨动一根琴弦，房间另一头频率相同的琴弦也会跟着震动。这在音乐上叫共鸣，在物理上叫共振，在人际关系和命运里，这叫算法推荐。你是谁，就会遇到谁。你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你是一个发射站。你发出的信号是什么，回馈给你的现实就是什么。你是一个吸铁石，你不能责怪为什么铁屑总是粘着你，那是你的属性决定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我的气，我的磁场决定了我的命运，那么这个磁场是从哪儿来的？是出厂设置吗？是基因决定的吗？如果你觉得是天生的，那你现在就可以关掉视频了。因为把自己的人生推给老天爷或者基因，是弱者的借口。古代的智者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翻译过来就是你的现实是可编程的，你的磁场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迭代来重写。怎么重写？你需要从3个维度入手，这3个维度构成了你人生的操作系统，你的心念、你的言语、你的行为。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你的心念。在硅谷，我们讲究源头，你的每一个念头就是你人生算法的一行代码。中国人讲相由心生，其实你的整个能量场都是由你的起心动念构建的。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内心充满了嫉妒、怨恨、贪婪和算计，你在广播什么样的信号？你在广播一种尖锐的、阴冷的、匮乏的信号。这种信号不仅会让你周围的人感到不适，就像听到指甲刮黑板的声音一样。更糟糕的是，这种信号会吸引同类。你会吸引那些同样贪婪、同样喜欢算计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同一个频道上。反过来，如果你内心充满的是平和、感恩、创造和利他，你散发出的就是温暖的、开放的信号。这不需要语言，这是一种直觉的传达。人们会本能地想要靠近你，因为你的存在让他们感到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修行的第一步是修心，这叫 debug， 去除代码里的错误。当你发现自己嫉妒别人时，你要立刻开启原认知，跳出来看着这个念头，说，嘿，这是一个 bug， 然后把它改写成，他做得很好。
我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这就是格物致知，把心里的恶意剔除，恢复良知的出厂设置，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善念，就像复利一样，日积月累会彻底改变你的基础频率。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这真的不是修辞，这是状态的切换。第二个维度是你的言语。在这个时代，言语不仅仅是沟通工具，它是你的 API 接口。古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是有能量载体的。仔细观察你身边的人，那些整天抱怨、指责、说风凉话的人，他们的生活通常都不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抱怨本质上是一种贫穷信号。你在向世界宣告，我是受害者，我没有能力掌控我的生活。这种负面语言不仅污染了你自己的潜意识，让你越来越焦虑，它还是一个强力的驱逐器。如果你是聪明人，你听到一个人在你面前喋喋不休地倒苦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逃跑。你会本能地屏蔽这个人。那么谁会留下来听你抱怨呢？只有那些同样满腹牢骚，想找个垃圾桶互倒垃圾的人。恭喜你，你们成功组建了一个失败者联盟，互相强化负能量。所以，如果你想改变磁场，从闭嘴开始，或者更准确地说，从重构你的语言模式开始。停止抱怨，停止刻薄，开始练习赞美，开始练习感恩。这不是让你做伪君子，而是让你学会识别价值。当你赞美别人时，你是在认可这种价值，而你的大脑会认为你也拥有这种价值。如果你坚持3个月不说一句负面的话，我向你保证，你的人际关系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你发出的声音变了，回响自然就变了。第3个维度是你的行为，这是最实在的。想得再好，说得再好，没有执行，一切等于零。行为是你磁场最强力的发射塔。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庆不是老天爷心情好赏给你的，而是你的行为在长期博弈中产生的声誉资本。每一次你选择诚实，每一次你选择助人，每一次你在没人看到的时候依然坚守底线，你都在为自己的磁场充电。为什么贵人会帮你？不是因为他们傻，而是因为从你的行为模式中，他们看到了确定性。他们看到了你是一个靠谱的、有德行的人，帮助你的风险很低，回报很高。你的行为在告诉世界，我是谁，而世界会回应你，那我就给你匹配什么样资源。心念是根，言语是花，行为是果，这3者合一，构成了你的气，决定了你的磁场。这时候，我知道肯定有人会反驳我，也许你就在屏幕前想，纳瓦尔，你说的这套我都懂，可是我也在做好人，我也在努力，为什么我还是会碰到烂人？为什么倒霉的事儿还是会落到我头上？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这说明你在思考，而不是盲从。易经的智慧在于阴阳平衡，它从不承诺你变成好人就只遇好事。当你遇到烂人烂事时，通常只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这是宇宙给你的压力测试，就像我们在发布软件前要做压力测试一样。老天爷看你最近修得不错，好像有点长进了，好，派个不讲理的人来测试一下你的防火墙，派个困难的项目来测试一下你的处理能力。如果你生气了，抱怨了，崩溃了，说明你的系统还不够稳定，测试失败，回炉重造。如果你淡然处之，智慧化解，你就通过了测试，你的磁场等级就升级了。所以那些让你痛苦的人，某种意义上是你的陪练，是来成就你的。你需要感谢他们暴露了你的弱点。第2种可能性，这是你的镜像阴影。你以为你已经很好了，但你的潜意识深处可能还残留着傲慢、贪婪或者恐惧。这些你平时察觉不到的东西，会通过外界的人投射给你看。你遇到一个狂妄的人，可能是为了照出你内心的傲慢；你遇到一个虚伪的人，可能是为了提醒你对名声过于执着。这就是反求诸己。
遇到不顺，千万不要第一个反应去指责外部环境，那是弱者的行为。你要立刻内观，为什么我吸引了这个？我身上是不是有跟它共振的部分？这也是一种 debug。能这样想，你的人生就没有白费的经历。每一个烂人，每一件烂事儿，都是你进化的阶梯。朋友们，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核心其实非常简单，不要去搞什么神秘主义，不要去试图控制别人，一切的根源都在你自己，停止向外抓取。你求好运，求贵人，求伴侣，方向都错了。如果你是一块废铁，你求磁铁来吸，你也是没用的。你需要做的是修身，把你的心念、言语、行为一点一滴的修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速成药丸，但是只要你开始做，奇迹就会发生。当你的磁场改变了，你不需要去寻找对的人，好的事情会自动涌向你。正如那句老话所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把自己这朵花修好，让它开得又香又美。你还怕没有蜜蜂蝴蝶吗？它们闻着味儿就来了。这就是天道，这就是自然，这就是最高级的算法。从今天开始，把目光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把你自己当成一个正在开发的产品，不断迭代，不断优化。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我们经常谈论复利，不仅仅是金钱的复利，更是习惯的复利，性格的复利。你今天的一个善念，可能在10年后为你带来巨大的回报。你今天的一次忍让，可能在未来为你避免了一场灾难。这就是时间的力量，也是磁场的力量。不要小看这些微小的变化。原子弹的威力来自于原子的裂变，你人生的威力来自于你每一个微小念头的裂变。很多人问我如何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我的回答是：做减法，减去那些不必要的社交，减去那些负面的信息，减去那些让你焦虑的欲望。当你把这些杂音都屏蔽掉之后，你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你才能看清自己真正的磁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你不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也不再需要去证明什么，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做最好的自己。这听起来很鸡汤，但这是经过无数人验证的真理。那些真正成功的人，那些真正幸福的人，无一不是掌握了这个真理的人。他们不一定比你聪明，也不一定比你运气好，但他们一定比你更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磁场。他们知道，外在的世界只是内在世界的投影。如果你想改变电影的画面，你不能去摸银幕，你得去调整放映机。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个实验，在接下来的21天里，试着监控你的念头，管住你的嘴巴，规范你的行为。如果你发现自己要抱怨了，马上停下来，深呼吸，换一种表达方式。如果你发现自己要生气了，马上停下来，问问自己，这是不是老天爷在考验我？坚持21天，看看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相信你会惊讶地发现，你的世界变了。那些曾经让你头疼的人不见了，那些曾经让你烦恼的事解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正能量的人，是一连串的好运。这不是魔法，这是科学，这是量子的纠缠，是能量的共振。当你改变了自己的频率，你就切换了人生的频道。你从苦情剧频道切换到了喜剧频道，从惊悚片频道切换到了励志片频道。遥控器就在你手里，你想看什么节目，全由你自己决定。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场单人游戏。虽然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与无数人产生交集，但归根结底，你面对的只有你自己。你的世界是你创造的，你的命运是你书写的。不要把这个权利交给任何人，也不要被任何外在的因素所左右。你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做自己磁场的工程师。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哪怕只有一句话触动了你，请帮我点个赞，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因为我想把这个信号传递给更多同频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构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强大的正向磁场。记住，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如果你是一束光，黑暗自然会退散。我们下期见。